嘟嘟囔囔的啊，对，但是人很好，对吧？他就是性格的那个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对吧？有人说还洗白呢，你愿意听呢？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你就在这听一会儿；你要觉得没道理，咱就不听了，对不对？咱没道理就不听了。我说的这绝对是客观的，我也不是偏向谁，明白吗？你觉得我说有道理吗？你们觉得有道理的打个有道理，对不？老张自身有问题，但是那是以前，但是我就以前咱也不是，我也不在，咱也不在那个旁边，咱也不是旁观者，你很难去发表言论。就是目前这次我看到的，也没啥大问题，就是也是真心想过的，对吧？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文化差异太大了，然后摆弄不了啊，摆弄不了。再加上雅戈尔本身他自身也有一些缺点，确实太犟了，非常非常犟，犟的不是一星半点，对吧？这个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我就客观的点评一下他们两个人，对吧？老张呢，肯定以前年轻的时候也玩的也是比较花花，对吧？但是这次我觉得非常认真，真心，对吧？跑那么远，花那么多钱，65岁了，对吧？对，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出事的时候肯定就是双方都会有一些问题啊。我就是点评完老张，这老张呢，他自身的一些问题就在于，第一，性格上可能是说喜欢操心啊，喜欢这个就是不管大事小事啊，都喜欢操心。这个有时候就是说管孩子的时候行，但是你跟夫妻相处的话，可能就会产生矛盾，对吧？你不管大事小事都愿意去操心，你想想，虽然是好意，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有好的效果，知道吧？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对，作为雅戈尔来说，雅戈尔的我们，你看我媳妇儿也是，这前2天还说了，说不行，给雅戈尔转点钱啥的，反正也觉得挺可怜，万里迢迢的。从非洲嫁过来，对吧？有人说他是骗子呀，有人说他是怎么着了。其实，作为旁观者啊，就是我们旁观者来说，雅戈尔这个人本身他的性格呢，属于那种比较相对内向一点啊，相对内向，他就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非常欢快的。就性格上来说，他就是第一不善于与人沟通，然后呢又是那种非常害羞啊。非常那种特别，但是有时候你看直播的时候，你看他感觉来的时候也是嘻嘻哈哈的，对吧？你看在非洲的时候也是跟熊儿打打闹闹的，对吧？他有逗逼的一面，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我感觉这个人第一是犟，第二就是比较偏内向啊，比较偏内向，实话，非常犟。比如说他是自卑，不是害羞，那。自卑害羞，说实话啊，就接触这么长时间吧，我也不能准确的给人定性是自卑还是害羞，反正就是用内向来概括一下，就是不善与人沟通。你看，经常就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就是他，你看，包括，你看，最近是因为发生了一些感情的问题啊，包括跟伊曼呐，包括跟凯莉他们接触的都多了。因为没办法，他需要他们帮忙翻译啊什么的。你看以前刚回国那段时间，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干啥的，雅戈尔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他不会跟那个伊曼呐，包括凯莉他们叽叽喳喳在那聊天，对吧？对，就是一直一个人躲在一个人躲在一个地方，对，然后。具体说是自卑还是内向还是害羞，这我也很难一个性格吧。我觉得大家可以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身边因为雅戈尔他家是来自农村嘛，对吧？你像伊曼也好啊，包括凯莉也好啊，他们都来自于市里，对吧？大城市首都长大了，你们如果
反正我感觉啊，给我的感觉压根儿就来自于偏远地区的农村的一个灰姑娘的那种感觉，对吧？她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自信，挺好的，就是性格。你看她就是性格都是这样一个性格，对吧？不善与人沟通，但是有时候也会人来疯啊，有时候也会人来疯。但是所以说，很多人说雅戈尔是骗子呀啥的啊，我这个我持保留意见，为啥？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看他也没有说是骗什么钱，对吧？去张口就要什么钱。就昨天晚上那个，我是客观的啊，非常中立的去把这个故事还原一下啊。有人愿意听的听，就是可能有些我说有些观点、有些话没有说到你的心坎上。大家就是持保留意见，因为每个人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样，对吧？然后呢，你看昨天晚上他说要那个，因为像伊曼翻译的，伊曼一开始说是19000比尔，后来又说是9万比尔，他发音发错了，19000比尔就是1000来块钱，然后那个9万比尔呢就是4500块人民币，因为。他为啥要这个钱呢？他是说，你看，当时认识老张的时候呢，他正在办理这个，就是出国打工。他们埃塞人，说实话啊，他们在非洲也好，包括你看去中东、去迪拜、去多哈、卡特尔，人家包括去那个沙特，人家全部有他的签证，并且管理的非常严格。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整个这个稍微周边的这些国家对埃塞人管理的很严。为什么管理严？埃塞首先1亿多人口，人口非常多，然后呢，这个国家又非常的，就是说不是很发达，你们也都看到了，相对穷一些，对，人口多又相对穷一点。他们这些人出去打工的时候啊，基本上就乌泱的啊，他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是在那儿，第一是扰乱人家本国的这个市场，因为他们你看收入非常低，一个月工资都是几百块人民币。所以他们去了之后就是，哎呀，你只要留下我啊，就是，给我点钱我就在这干，完了之后给冲击了人家本国的这个劳动力市场，人家就别的国家的人就非常反感。第二就是说，他们就是在那儿就是打黑工，非常喜欢打黑工。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干着就黑在那儿了。所以各个国家对他们管理的是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完了之后，你看我们之前在赞比亚也好，我原来在马拉维也好啊，你看那好多啊，就是那个包括在拘留所里面的啊，都是一问，哎，我说这小伙子都长得挺帅啊，因为人家那个都是高鼻梁嘛，虽然也有点黑，一问埃塞的，他们都是啥？说是那个非法滞留啊，要不就是这个非法越境，就都是那种。所以说呢，对他们管理严。所以说雅戈尔昨天就说啊，我想要这个钱呢是啥呢？我当时就是跟老张这是相亲的时候，这个钱因为我已经交了，要出去打工，因为他们自己出去是没有门路的，可能也是这种中介，知道吧？收他钱，给他介绍出国打工的工作啊，给人交了有四千多块钱，对吧？4000多，说他这次离了婚。他回去还得继续找那个中介，还要继续去出国打工去，但是他手里没有钱，就是所以说他说啊，我因为跟你在一起了，然后那个我出国打工的这个钱已经交了，完了人家也不退啊，现在我离了婚了，我回去我干啥去？你得把那个钱补偿给我，我要继续去办那个出国打工的这个证件，就这么个情况，对吧？就这么个情况，但就很多人就说雅戈尔是骗子啥的，我倒不是说替他洗白，就是目前为止他没有就是说，就是跟老张在一起吧，也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要求。我说实话，你就说在埃塞就买几件衣服，对吧？回国了买个手机，因为他那手机埃塞的手机都用不了。你看所有嫁过来这些媳妇儿都换手机了，就非洲的手机都用不了，对吧？就是一直闹腾。就是没有手机嘛，没有手机就是跟家里联系不了，再加上他们平时也不工作，闲着蛋疼，啥事没有，就只能靠手机打发时间，刷手机，对吧？国外这些手机他都用不了。其实你看，就是
大家也都是一路看过来的，对不对？比如说好吃好喝，对，肯定是好吃好喝，这是肯定的了，对不对？感谢大鹏鹏，欢迎大鹏与凯丽啊，大鹏与凯丽也是见证者，回头让大鹏在直播间也可以讲一讲，对不对？榜二是那个老张的女儿，榜三是大鹏与凯丽，对吧？有人说天天打电话，他无聊，就是我告诉你们，人就是一闲哦，人一闲下来，无事生是非。对，无事生非。所以我就说尽量别闲，就哪怕找点事儿，就是说你看，我一直跟他说，你说学汉语不是学汉语，买点教材什么的，一定就是要忙活起来，天天想着就只能扒拉手机，扒拉吧就觉得无聊了。你要说跟这个老公关系好，他俩还能对吧？还能互动一下，或者出去吃个饭，开开心。他感情不好的话，他越感情不好越扒拉手机，没话说，越给自己国家的人联系。对，因为他人就是这，人一旦你吃饱穿暖之后，就是有情感的需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是这，最低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饱穿暖。温饱问题先解决完温饱问题，好，下一步就是我的一个安全感，就是说，哎，我在这儿待着舒服安全，对不对？再往上一步就是我希望有价值，被人认可，被尊重，这就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你看在埃塞的时候说，哎，有人说埃塞怎么他们没这么多毛病呢？肯定啊，埃塞吃饭都吃不饱，天天哪有心思想这些事儿啊？我先整口吃的再说吧，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此一时彼一时，不要跟埃塞比，埃塞的生活条件差，知道吧？他只能天天想着说，哎，我下一顿吃啥呀？我明天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穿啥呀？但是咱中国不存在，对吧？咱中国不存在这个说啊，我吃啥，我穿啥，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我感觉他们那边总体这个节奏比较慢，对不对？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所以说不能比，你说你跟，对吧？非得跟以前比，那就不是一个生活环境。不同的环境，人的需求不一样。有人说，那为什么还不知足？他就是我跟你说吧，他这个闹来闹去的啊，无外乎就是手机。从回国我就发现，从埃塞回来就一直因为这个手机在闹腾，对吧？就一直因为这个手机在闹腾。要钱倒没有，我倒没听说过要什么钱，就是手机。其实就事论事讲的话，雅哥当时人家也没要彩礼哦，要彩礼没？彩礼，他们都没要，没要。你像大鹏媳妇凯丽，也没有，他们这个就是没有彩礼这一说啊，就是尤其基督徒的，穆斯林的还有，就是他们也不叫彩礼，穆斯林那个就像伊曼他们啊，那就叫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我不知道，就翻译过来就相当于说。就是咱们的彩礼，穆斯林，你看接触了这么多他们的基督教的，他们就没有这一说什么彩礼，就是比方说，哎，我们想办个婚礼，好多少钱，一口价，比方说3万块钱办个婚礼，或者4万块钱办个婚礼，一般他们就是花了3万块钱左右，你像大鹏媳妇儿，包括老张媳妇儿，大概就是这人民币和人民币的话3万左右办个婚礼，就是这个婚礼的话。就是你办的好与坏哦，就是这个标准就也不太一样，花费不一样，就多退少补，也不能说多退少补，多了也不退啊，少了也不补，反正就一口，就3万人民币。这个婚礼呢，比方说你办婚礼3万人民币，你花了2万，你可能就揣兜里1万，对吧？揣兜里1万，你花了2万5，
你揣兜里5000，你如果3万全花了，那就没了，就这点事儿，明白吧？所以说就是说也没有彩礼这一说，就是当时那个钱就是一个办婚礼的一个钱，可能花的也七七八八吧，因为最后也没总账。他们那个物价有时候咱们有很多事儿，你想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你得亲自去办，对吧？你亲自去超市啊，这个请音响那个音响现场布置花多少钱，音响花多少钱，自助餐花多少钱，你自己除非你亲自去弄，你自己亲自不弄。所以说只能就是算的不细，就是当时老张给雅戈尔的话，就是总共相当于给了我看啊，总共也是3万来块钱，应该是花了，应该是全部下来就花了3万来块钱，就这么个情况。一俩穿的半袖裙。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他们2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说，两不。没有什么亏欠谁亏欠谁，或者谁怎么样，只能说就是不合就散了算了，对吧？之前咱们努力的去撮合一次，这次我看这么短的时间就又开始闹得别扭，就算了拉倒了，对吧？就不去再去。你看这次他们又闹的话，我一句话都没说，我说行怎么弄，对吧？需要我帮啥忙？老张说他花了10来万，哎呀，在非洲都已经算过了。大概就是花了8万左右，就老张来说，他花了8万左右，因为这个8万来块钱左右，就包括大鹏，对吧？你可以问一下，就大概就是都是8万多，对吧？可能花的多的撑死9万，不超过9万，知道吧？就是那你相当于说，因为这个8、9万里面是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出国的这个机票，来回机票，包括在非洲你还待了2个月，我按照中间我们还出境了一次，去了一趟埃及，对吧？那相当于去埃及待了有1周吧，现在旅游了一趟，大概花下来就是8、9万。有人说老张说到现在一共20万，那回国花多少钱我不知道啊。就回国他们去三亚也好啊，去这儿去那儿的啊。具体人家什么样一个消费水准，我也不在旁边，我很难去点评，对吧？我只能说就是非洲这一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以往不应说老张被你坑惨了，你死一边去啊！会说话在这待会儿，不会说话的你就给我取关得了，一天天这么他妈的吃饭的时候说厨子做的饭好吃，烫着嘴了，他妈的赖厨子了吃饱了赖厨子了，还被我坑惨了，我坑啥了？来你告诉我，对吧？我觉得扛把子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所以以后这种事情咱就不扯淡了，本身他妈的好事儿，然后最后我他妈的惹了一身骚。对吧？但凡3观正明事理的，他妈谁能说扛把子坑谁？我坑谁了？来，你告诉我，我怎么坑的？我是收谁钱了还是咋了？来，你告诉我。对呀，那不能这样。我也没有收人家1分钱，对吧？我都是忙前忙后，他妈免费的翻译，免费的导游，天天带着，对吧？我不仅帮忙找媳妇儿，我还帮忙涨粉丝，对不对？涨完粉丝挣多挣少，好歹也挣了个1、2万块钱了，对不对？你就说谁能做到？他妈说我